说包丢了，警察已经介入了。我听了之后才相信，可能是真的丢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想必很多人都知道，小马是生活在日本。那么在日本呢，丢了东西大多数都是会原封不动的被送回来，比如手机呀、证件呀，不小心掉了一点都不用担心。那么爱马仕的包如果丢了的话，还能找回来吗？这期视频呢，小马要为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日本丢包的惨痛经历。那先说一下我丢的第一只爱马仕。哎，你这丢了不止一个呀？哎，这不难以启齿吗？我丢的第一个爱马仕就是我的这个经常被大家吐槽的这个 K 的钱包大砖头，就这还有人拿呀？咱们这个面相虽然不是很过关哈，但是里边现金多呀。那是最后没找到，所以你又买了一个新的，又被用成这样了吗？哎，你听我说呀，我记得应该是2年前的夏天，那时候呢还没有疫情，我跟老公孩子一起去那个驻地的市场去玩。驻地市场很多人应该都知道，那边就是边走边吃的那种，所以我这个钱包呢就没有收到我的包包里面，我就一直就是这样一直拿在手上。然后吃过一条街之后呢，我就带着宝宝去偷一垒去厕所。因为带着孩子嘛，然后我家二宝那个时候还特别的小，然后驻地市场的厕所又比较的简陋，你懂吧？没有什么宝宝座椅什么的，就是夏天排队的人也特别的多。然后当时一慌乱，我就把钱包放在那个厕所的水箱上就给忘了。后来是因为继续买吃的，我才发现，哎，钱包找不到了。当时我返回洗手间去找的时候，钱包就已经没有了。我上学的时候哈，丢过保险证、学生证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，最后都找回来了。之前流行一个说法，就是在日本丢东西，捡到你东西的人追着你3条街，也要把你丢的东西完好无损的还回去。但是我这次不一样啊，首先钱包是凯利钱包，虽然面相已经不是很好了，但转卖还能换个就是说10多万日币的。最主要我平时是带一堆现金嘛，那天也是大概我记得是塞了50多万日币这个样子的现金，所以这2点加起来就比较考验人性。我当时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也没有着急。最后要回家，看到附近有一个头帮，然后想去说备一个案，结果一去，警察说让我等一会儿。再次询问了我钱包的具体特征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然后我的姓名、住址这些详细的信息。最后他说有人捡到，并且把这个钱包就放在了警察局。啊，这都可以啊？那在日本找到钱包后，需要给捡到的人报酬之类的吗？其实我也本来想要给一些酬谢的，毕竟这么多钱嘛，原封不动的帮我送到警察局。但是警察叔叔说，对方在做记录的时候，标注不提供捡到钱包人的信息和电话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电话去感谢他。但是警察叔叔说，对方也是一个外国人，所以呢，这个大砖头还是原来的那个大砖头。那我丢的第2只爱马仕就比较心疼了，就是大概是5、6年前，我一个朋友也是自己创业的，日本做贸易的，他偶尔会做一些展会这个样子，但是呢，展会里面的东西需要一些比较厉害的商品才能撑住场面，比如像古董呀、珠宝呀之类的。他那时候创业初期嘛，也没有这些东西，然后他就问了我借了一只鳄鱼皮的 Birkin。是一只 Birkin 30厘米的倒 V 鳄鱼的天方夜谭粉，特别的漂亮，也是比较人气的一款颜色。当时大概的价钱应该是30多万人民币这个样子。然后借出去2天，忽然有一天就收到消息，说包丢了。在展会怎么能丢呢？包包也不好偷啊。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，觉得可能是整理的时候忘记放在哪里了。毕竟一个那么大的包，如果是参加展会的人偷了，那也太显眼了，对吧？毕竟也有保安人员在场，所以我也就没有特别的放在心上，觉得肯定是弄错了。后来又联系我说，这件事情警察已经介入了。我听了之后才相信，可能是真的丢了。你说在展会上被人顺了一只鳄鱼包，那个小偷也太厉害太猖狂了。最后查出来，原来是展会的一个内部的员工，因为赌博欠债比较多，拿那个包包去做了抵押，结果规定的时间就没有把钱还上，那个包就作为抵押的，就被抵押的地方给吞掉了。那个员工呢，最后是被警察带走了，拘留了，但是我的包呢就没有办法找回来了。哎，典当行的人知道这个不是本人的物品，是不是有义务归还啊？你只说对了一部分。典当行呀
二手的中古店呀，如果发现你收来的东西是盗窃品，物品真正的主人过来找你的时候，你是有义务去归还的。但是当时的那个典当行呢，就说东西我已经卖掉了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丢的物品其实就是找不回来了。那他没卖出去，故意说卖出去，不也能蒙混过关吗？哎，你这脑子还挺灵光的。对呀，他如果说谎，明明是没有卖出去，但是为了不还给你，撒谎说卖出去了，我们也是无从考证，所以这块目前还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。那爱马仕不是有那个刻印吗？凭这个找不回来吗？爱马仕包的刻印虽然代表着年代、工坊和工号比较独特，但官方也并没有说一个刻印只对应一个包，而且刻印呢就不会刻意的去写在小票上、卡片上，也是都没有记录的。我买它的时候呢，也不知道是肯定要丢的，也没有跟刻印一起合个影，所以即使找到了，我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包就是我的。那其实在日本呢，爱马仕盗窃的事件比我们想象中的其实还是要多的。很早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，就是有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连夜被一辆车破了门，然后车就直接开进去了，里面的贵的爱马仕包全都被洗劫一空。我记得当时还是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晚上，然后第二天整个拍卖会就非常的惊，所有的这个业界的人全都知道这件事情了。另外还有一个日本的那个名媛艺人叫做神田乌诺桑，他也是一个高级的爱马仕的玩家，他家的保姆盗窃了他多只爱马仕包和珠宝，总价值也差不多要3000多万日币这个样子，当时也是上了新闻的。那么如果爱马仕包丢了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首先买了爱马仕的包，为了证明这个包是自己的，我们除了保留小票和购买凭证之外，也要把包的刻印和包的一些特征做一些记录，就是尽可能的留一些可以证明这个包和你关系的这种信息。那包的刻印呢，很多宝宝买了爱马仕也不知道在哪里。2014年以前的包呢，刻印在包的扣带的内侧，然后2015年之后呢，生产的包呢，就是说 T 刻印以后的包，刻印的位置呢，大多数是在包的这个内里的。那包款不同呢，刻印的位置呢也就不同。我这里说的大概是Birkin 和 Kelly 的刻印的位置，根据制造年份，有一些年代久远的包包没有刻印的情况也是有的，所以这时我们就需要给包的特征做一下记录。即使是两个全新的包，比如说包款、颜色、金属扣都一样的情况下，两只包的特征也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 Togo 皮的包，有的有镜纹，有的没有，那鳄鱼皮的呢就更好分辨了，就是每一个鳞片的它的这个分布的布局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事先用照片记录一下肯定是没有错的。第二呢，就是发现包包丢了，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报警。报警的话呢，如果有人捡到包交到警察局的话，其实更方便找回你的包。再一点，警察会帮你找到偷包包的犯人，从而有机会找到丢失的包的去向。第三，当你报警之后还是没有回音，你可以做的就是去各大二手店和各大拍卖行的官网去刷一刷，是否有跟你包类似的包。因为盗窃爱马仕的目的，它肯定是要转卖，想折现，那自己想用或者有收藏能力的人一定不会去盗窃，所以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转手卖到可以回收爱马仕的商家去。如果你在二手店刷到了你丢失的包，那先不要惊动店家，亲自去店里看到实物，并且可以提供证明你是包包主人的信息，那你就可以跟商家交涉赃物归还的事情了。这里说的不要惊动店家，就是怕先打了电话说明事情原委之后，店家谎称包包卖掉了，那全部归还其实也不太可能，毕竟店家也是受害者。在日本的话，应该是双方交涉，以折中的方式解决，比如包主人以比较低的金额跟店家买回包之类的。那你当时没有去刷其他二手店，有没有卖你丢的那只包吗？我是没有刻意去刷，但是拍卖会我是经常有关注的，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见过我丢的那只包，我怀疑可能是被卖到国外去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为大家分享了2个小马亲身经历的小故事，以及自己总结下来的一些小经验。如果喜欢小马的故事分享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